在充满浪漫气息的婚礼现场，众人共同见证着新人间的爱情盟誓。然而下一刻，大屏幕上突兀地映出了一些不宜公开的画面，隐约能辨识出新娘似乎跪在床上遭受侵犯，现场顿时响起一阵骚动。这份婚礼的礼金仿佛变得分外值得，新娘试图挽救局面，但一切似乎已经无法挽回。人群中的混乱之中，一位神秘女性嘴角露出一抹微笑，原来她就是这起事件的幕后策划。事情的起因要从头说起。这位看起来清纯的女孩名叫小咪，她已步入婚姻的殿堂。过往的日子里，她生活得很幸福，直到有一天，她从梦中醒来，发现身旁的人已经不见了。小咪的复仇之路由此开始。画面忽然转换，一名神秘男子推着手推车进入了某 IT 公司。公司内的斋藤焦躁不安，同事们忙得不可开交，都在处理 bug。斋藤寻求帮助，却无人应答。小咪目睹了这一切，他挺身而出，关切地询问斋藤需要何种协助。就在此时，旁边传来了产品经理的斥责声。他给下属布置了3天份的工作量，却要求他们在1天内完成。员工们根本无法完成任务，这就是眼前这一幕的缘由。看着同事被责骂，其他人虽然愤怒，却不敢发声，因为产品经理对 IT 业务一窍不通，只擅长呵斥别人。随即，那个总是责骂员工的产品经理开始咳嗽，他不停地喝着绿茶来缓解咳嗽。在不远处，那位神秘男子也在向柜中添置绿茶。斋藤终于忍无可忍，他决定找产品经理为刚才的员工讨个公道。产品经理不但不承认错误，反而辱骂斋藤是无用之人，嘲讽说如果是铃木的话，早就乖乖地去工作了，可惜他已经死得太早，无法再为公司继续效力。听到这话的小咪面露不悦，画面又切换了，女程序员板桥正低头玩着手机。小咪走上前去和板桥搭话，聊起了刚才产品经理提及的铃木。板桥向小咪透露，铃木曾是他们的直属上司，后来因为难以忍受侮辱而选择自杀，据说是因为被产品经理过度驱使。铃木自尽的位置正是他们现在所站之处。斋藤在一旁感慨，他让新来的小咪帮忙编程，小咪编写的代码又快又规范，重要的是完全没有任何错误，而且长相还很赏心悦目。此时产品经理的咳嗽声变得更加剧烈，有些奇怪的是，小咪就静静地站在他背后。产品经理在抱怨孩子竟敢违抗他的命令，小咪伸出舌头展示他嘴里的那颗白色药丸。产品经理终于忍不住了，两人紧紧相拥亲吻起来，完全不顾可能有人会闯入。于是激烈的争执就这样开始了。画面再次切换，小咪在公司内展现了她的才华，同事们纷纷称赞她美貌与善良并存，能力出众。这样的赞美让斋藤感到一丝嫉妒，他带着小咪去参加一个会议。在路上，两人谈起了铃木。斋藤评价铃木，说他是个工作能力强、极具责任心的人。铃木总是照顾同事们，不管谁将工作推卸给他，他总是尽心尽力地完成。铃木的结局让人唏嘘，斋藤也感到内疚，因为自己无法提供帮助。产品经理仍旧在那儿责骂程序员总是写出 bug， 这次连程序员的祖宗18代都被他骂了个遍。骂完之后，产品经理继续咳嗽，小咪劝他休息一下，并且给他端来了绿茶。产品经理喝茶后似乎有点意乱情迷，小咪趁机将那颗白色药丸塞入了他的口中。突然，产品经理全身开始颤抖，身体一滑倒在了地上。小咪手拿绿茶问他是否需要来杯，旁边的神秘男性提醒他，一旦下手就意味着他的死亡。这位神秘的男子是小杨，小咪其实是铃木遗孀，小杨是铃木的亲弟弟。他们所做的一切，目的是为了让那位产品经理余生都得在医院里度过。为了这个目标，小咪甚至不惜牺牲自己。这时候，小咪回忆起了已故的铃木。铃木不仅长得帅，心地善良，而且忠诚。铃木去世后，警方轻率地裁定这是自杀，但小咪怎么也不相信。他的名字是蓝小阳，他拿出了一段产品经理辱骂铃木的录音，那些恶毒的话在屋子里回荡。小咪坚信，铃木之死和产品经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因为在事故发生前，产品经理恶狠狠地威胁要逼铃木加班致死。那段时间，铃木面临巨大的压力，为了帮助铃木减轻压力，小咪主动提出和铃木进行一些双人活动。活动结束之后，小咪悄悄在铃木的包里放了一个录音笔。听到录音内容，小杨也感到愤怒，他本想报警，但小咪不希望那些人死得那么简单，所以在小杨的帮助下，小咪改了名字。经过一系列准备，成功地进入了铃木曾经工作的公司，开始勾引产品经理。时间回到现在，小咪的复仇计划还在继续。同事板桥把自己的工作巧妙地推给了斋藤，然后自己去和朋友聚餐觅男。回到家，板桥感到事情有些异常，发现家门口被人乱丢垃圾。第二天，板桥把这件怪事告诉了小咪。旁听的斋藤听不下去了，他告诉板桥，不要总把烦恼和工作推卸给别人。板桥很不满，因为以往斋藤曾经受到铃木不少的帮助。画面突然转换，小咪在洗手间遇见了公司里的冰山美女，小佐和她友好的寒暄了几句，但小咪刚一离开，小佐马上给了她一个白眼。
这时有个男的在忙着打游戏，他的名字叫小兰，他在公司里以偷懒出名，打游戏也只是马马虎虎，不过充游戏币可是毫不手软。在小咪的安排下，小杨远程往小兰的电脑里装了病毒，小兰慌了神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小咪及时出现，轻松地帮小兰修好了电脑。小兰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，然后小兰打算收拾东西溜之大吉。斋藤叫住了他，问他为什么上周的代码还没有写好。小兰随意指了指，说早把工作交给小咪了。小咪却一头雾水。斋藤怒不可遏，因为小兰不是第一次推卸责任了。小咪见状，赶紧出来圆场，表示自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。小兰听了很满意，就走了。走之前还埋怨小咪反应不够快，说跟铃木相比简直差远了。画面再次转换，小咪和斋藤坐在天台上吃午饭，偶然看到了一只蝙蝠。小咪随口提到，蝙蝠是会吐血的生物，如果同伴饿了，它会主动吐血来喂养同伴。斋藤听后似乎有所感触。这时小杨开始行动了，他的目标是板桥。板桥回家时发现门口没有新的垃圾，他刚松了口气，却发现自家的小猫不见了。第二天，板桥放下手头的工作，准备请假去找猫。同事们都很不满，板桥请假的次数比10个人加一块还要多，每次请假导致的工作都得由其他人完成，这让他同事间的关系变得很紧张。原来板桥是个女士，大家平时不怎么跟她计较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家真的不在意。板桥在寻找她的猫时，小杨已经抵达了公司老板，也就是社长的家。他装作是个维修工人，趁社长的妻子不留神，偷偷安放了窃听设备。此时的公司陷入了混乱，板桥抛下工作去找他的猫，没有人愿意替他完成工作。面对高层的追问，斋藤只好一肩挑起责任。小咪看到小兰还在沉迷游戏，又转头看了一眼可怜的斋藤，他决定采取行动。下一刻，公司所有员工都收到了一封神秘邮件，邮件揭露了小兰在游戏中的巨额充值账单，所有人都被震惊了。账单显示小兰竟然用的是公司的钱，小兰情绪崩溃，她摔坏电脑后冲出了公司，本想找妈妈诉苦，却在路上遭遇了小杨。这时的小杨有了新身份，正是游戏中欺负小兰的玩家。他故意激怒小兰去捡垃圾，还挑衅她如果不服就去网吧单挑。在另一边，板桥再次回家，这次家门口有一个箱子，打开一看，里头是他小猫的项圈。更加恐怖的是，箱子里还有小猫的头，还有器官。板桥吓得尖叫起来，墙角的器官显得极其骇人。画面忽然转换，小兰充满青春的冲动，跟随着小杨来到了所谓的网吧。但这里其实并不是网吧，而是专门为小兰设计的私人空间，就像个监狱。里面除了电脑和厕所什么都没有，没有网络，也没有手机信号。小杨把小兰锁在了房间里，命令她好好反思。小兰在屋子里愤怒地咒骂小杨是疯子，但她怎么也出不了那间屋。公司内部却意外的和睦。小兰和板桥2个麻烦制造者离开后，大伙儿开始愉快地共同承担工作。小咪目睹了这一切，心想起那些会互相喂食同伴的蝙蝠，转头看看小兰，她握着没有信号的手机，无异于一块砖，没有人关心她去向何方。板桥也是如此，被小猫的尸体吓得呕吐不止，也没人愿意拨通电话安慰一下。但板桥看到的并非真的是小猫内脏，他的小猫其实正在小咪家里享福。小杨对小咪的手段感到惊叹，认为这将给板桥留下终身的阴影。说罢，小杨拿出了窃听器，里面传来了社长家中的实时声音。此刻，社长怀孕的妻子正欢迎刚回家的社长，他期望社长以后能早点回家，但社长似乎并不在乎，他的冷漠让妻子感到伤心。妻子因孕吐无法进食，只能吃些流质食物，社长却不为他购买。实际上，社长的妻子本身也很有实力，他的父亲是个会长，社长能有今天全赖于岳父，但如今会常年老体衰，社长连看望都推三阻四。社长与妻子的谈话被小杨听得一清二楚，他感慨社长不过是个渣男，但小咪似乎不怎么在意这些，他更关心的是社长是否与铃木的死有关联。第二天，斋藤将小咪叫到天台，他感觉小咪有些不寻常，对公司的每个人了解得太透彻了，你是不是对门公司派来的卧底？听到这些，小咪忍不住笑了。斋藤看到小咪纯真的笑容，马上消除了所有的疑虑，这么美丽的女孩看上去不会有什么恶意。斋藤的疑问让小咪意识到警告，他开始加快复仇的步伐。社长成为了他这次行动的幸运儿。谈到社长，他确实是个手腕精明的硬角色，曾是职业球员出身，被一国家队球员打败，自卑心理作祟，选择了退役。创业多尝试，但似乎哪行都不顺，最后无奈之下选择了婚入豪门，追到了会长的女儿，所以才站到了现在的高位。经过一番侦查，小咪和小杨发现社长和他妻子的关系并不和睦，因为他好色被妻子捉个正着。为了平息妻子的愤怒，社长和那位女秘书切断了关系。如今社长的妻子久奈怀孕已6个月，在这紧要关头，小咪会如何实施复仇？镜头一转，公司中冷艳的美女小组有些不满，她听同事们都说小咪才是公司里最美的，
要知道，作为社长的秘书小左，一直都是靠颜值。板桥正和小咪分享喜讯，他的小猫自己找到了回家的路，很可能是小咪偷偷送回的。就在这时，小左走了过来，将最棘手的项目交给小咪，要求他在1天之内完成。板桥告诉小咪，公司里的帅哥都被小左找过麻烦，上一个秘书就是小左的男朋友，他用一些难以启齿的手段，他赶走了。小咪只是淡淡一笑，对他来说这点困难不值一提。镜头在转，小咪换上了运动装，扎起了马尾，偶然遇到了有跑步习惯的社长。好色的社长立即邀请小咪一起去喝咖啡。同时，小杨穿上清洁工服装潜入公司，偷偷替换了小左桌上的眼药水。此刻，小咪已经跟社长到了咖啡馆。小杨提前准备好了台词给小咪，小咪装作是球迷，对社长流露出崇拜之情。他甚至翻出社长自费出版的书，能倒背如流的引述，这拍马屁的技巧恰到好处。社长虚伪地接受了这番夸奖，还说自己是个勤勉的人，也希望员工们都努力工作，只要不至于累死就要拼命干。小咪听后脸色大变，因为她的丈夫确实去世了。社长随即问小咪是否想当秘书，这样有事能让秘书干，无事也能干秘书。小咪立马拒绝了，她说自己的工作已经很忙了，小左安排的事情就够她忙的。听到这，社长立马给小左打电话，小左正在床上伸懒腰，一看是社长的电话就赶紧接了。他找借口说是自己安排工作出了点错误，挂了电话，社长就拉着小咪走了。小左原本计划和男友一起运动，现在却因此没了情绪，他把小咪的事告诉了男友。此时公司同事们都听说了，小咪今天要陪社长出差，大家都露出了暧昧的笑。社长也确实如人们所料，带着小咪到了酒店。社长去洗澡的时候，小咪给小杨打了个电话，小杨让他小心点小左，她的男朋友是个有权有势的人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挂了电话，小咪试图偷看社长的手机，差点被社长发现。为了掩饰自己的举动，小咪说想和社长一起洗澡。这话一出，社长激动的血脉奔张，一下子拉着小咪进了浴室，两人随即开始了激烈的交锋。同时，公司里的板桥被投诉了，同事写的代码出了故障，是他指派的，又碰巧他请了假，自己又解决不了问题。这边，社长已经和小咪结束了运动，趁着社长熟睡，小咪抓住了行动的机会。下一刻，正忙着给社长准备腰子的九奈收到了一条信息，但社长对这一切都浑然不觉。他陪小咪在街上闲逛，小咪回公司之后，小左马上过来邀请他吃饭，社长则回到了自己家中，他已疲惫不堪，对九奈做的腰子也提不起兴趣，直接躺在沙发上休息。小咪则准备去赴小左的饭约，没想到小左的男朋友也在场，他叫阿佑，同样是个好色之人。阿佑一听说小咪没男朋友，立刻对他产生了兴趣，这让小左感到不太高兴。他故意讽刺小咪只是个临时工，永远赚不了正，除非对社长献媚。说完，小左觉得眼睛不舒服，他走进洗手间，拿出小杨精心准备的眼药水。下一刻，小左倒在了地上。此时，板桥在感激斋藤帮他完成代码，承认自己老是出错，才会把活儿推给别人。以前总是靠铃木帮忙，可现在铃木已经去世，他有种不祥的预感。产品经理小兰也失踪了，他感觉自己可能是下一个。黄昏降临，有个身影从斋藤身边走过，板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。小杨告诉小蜜，眼药水已经被他换掉了，至少1周内不用担心。小蜜此刻作为秘书，社长也即将迎来人生的转折。他在沙发上沉睡，而九奈手持针线，在他身体的敏感部位忙碌。社长迷迷糊糊的问九奈在做什么，九奈让他放轻松，说捆绑起来可以减轻疼痛。下一刻，九奈举起了手术刀，狂怒的攻击社长的弟弟。在不远的地方，九奈的手机上显示的正是社长带小咪购物的账单。小杨内心感到些许愧疚，他认为这样的惩罚太过分了，但小咪并不这样认为。正是因为社长这样的人，公司才充斥着诸多恶劣风气。紧接着，小杨告诉小咪，他在监控中发现铃木在去世那天曾回公司一趟，离开时斋藤还跟着他出去了，但返回时斋藤却独自一人。他很可能目睹了铃木的死，或者与铃木的死有所关联。听到这些，小明感到心情沉重，他对铃木还有不错的印象，丈夫的死真的与他相关吗？场景一转，公司内部一片混乱，社长突然辞职，板桥也离开了公司，传闻他回到边城继续学业。他们离开之后，公司迎来了新员工，就是这位可爱的眼镜女孩春奈。春奈性格害羞，在这家公司，害羞意味着容易被欺负。此刻小咪正注视着斋藤，回忆着小杨传达的信息。斋藤小时候父母离异，母亲患有精神疾病，母子2人长期闭门不出，后来母亲被送进了精神病院，不久之后去世。斋藤在孤儿院自学编程，从而积累了经验。小杨觉得斋藤是个好人，建议小咪可以考虑一下。小明却在想，斋藤和铃木的死究竟有没有关系？他不希望误伤无辜。场景再转，小咪找到了斋藤，斋藤向小咪透露，
板桥离职前曾告诉他，曾经逼迫铃木的人都逐渐消失了，他感觉背后有人在操纵。小咪的表情变得有些不自然。那时，一个小女孩从小咪身边经过，小咪察觉到小女孩身上流露出的气质，她感到这种气质非常眼熟，那是绝望的味道。公司的资深员工们开始对新来的春奈不太友好，把自己手头的活都堆给她。小女孩此刻站在桥上，凝望着桥下快速驶过的火车。正当她准备跳下的那一刻，斋藤及时扑过去救下了她。小明将女孩带回了家中，但女孩似乎仍旧执念于死亡。目睹女孩身上的伤痕，小明好奇她到底经历了什么。女孩情感崩溃，她渴望复仇，但感到无力。小咪让斋藤先行离开，然后他对小女孩说：“复仇最重要的是要活下去。”这句话触动了女孩的心。女孩好奇地问小咪：“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复仇是错误的？”小咪露出一丝微笑：“复仇怎么就一定是错的呢？”画面切换，小咪回到了公司，斋藤急切地问起女孩的近况。如果女孩仍旧执着于复仇，他决定还要再去和她谈谈。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小明想起了斋藤的过往，他问斋藤有没有想过复仇。斋藤向他坦白，虽然曾经怀恨在心，但他不愿在那些人身上浪费时间，那样太没意思了。斋藤的话给小明带来了深刻的启示。春奈因为同事推卸的工作过多，累得在办公室睡着了，同事对他威胁恐吓，春奈感到畏惧。夜晚，斋藤加班至深夜，突然听到身后有声响，他被吓得扭伤了脖子。小明捂着嘴偷笑，随后把手放在了斋藤身上，为他按摩。斋藤显得有些手足无措，他此刻不再那么自信。小明其实是隔壁公司派来的间谍，反而觉得小咪可能是总部派来的救星。说着说着，小咪停下了手中的工作，他询问斋藤：“如果我是总部派来的人，解决了所有问题之后，就这样不告而别，你会不舍吗？”斋藤显得有点害怕，他怕小咪真的会消失。两人都沉默了，然后小咪紧紧地拥抱了斋藤。这两个性格迥异的人能有故事吗？在回家的路上，小咪想起铃木曾经的话，他非常仰慕斋藤。斋藤正直又勇敢，面对产品经理也绝不低头，他渴望成为像斋藤那样的人。回到家后，那个女孩终于向小咪敞开了心扉。她跟小咪说，她的父亲因病去世了，她和妈妈只能相依为命。但自从妈妈带了一个男人回家后，他们的生活变成了噩梦。那个男人极其暴力，经常对他们母女俩施暴。女孩曾想过杀了那男人。小咪告诉她，你还小，不要成为一个只会用暴力的莽夫。杀人不一定要动手，也可以用温柔的方式。说着，小咪递给女孩一瓶药。女孩显得有点好奇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故事得从20年前说起。那天，小咪的母亲老肥带着她去相亲。老肥出发前还警告小咪要表现好，如果对方男性吓跑了，就得自己承担所有后果。老肥表面上看似变态，但毕竟是小咪的亲妈，小咪还是很听话的。餐桌上，她露出恭维的笑容，但对面的男人看起来不怎么地。他虽然跟老肥说话，却总是盯着美丽的小咪。就这样，老肥成功嫁给了那个男人。不久之后，那男人露出了他的真实面孔。小咪无助地躺在床上，泪流满面。紧接着，一只肥厚的手掐住了他的脖子。在那一刻，他真切地想变得像他母亲一样。如果那样的话，他就不会因为外貌出众而招致母亲的嫉妒。危机关头，男人突然现身，打倒了那个胖子。男人非常愤怒，对小咪也很关心，但那胖子却激动不已，因为男人愤怒的模样让他着迷。白人目睹这一切，心里感叹：每年的电台都有新故事，今年尤其多。画面转换，小杨得知这件事后，决定采取行动。他递给小咪一瓶药水，并告诉他这药效极强，一滴可致盲，一口可致命。小杨叮嘱小咪不要让哥哥铃木知道此事。到了夜晚，小咪在红酒中滴入了药水，并点燃了蜡烛，营造氛围。男人回到家，看到这一切，很是高兴。他端起酒杯，慢慢品味，然后淫邪地盯着小咪，准备与小咪做出过分的举动。突然，男人感到双腿无力，他立刻意识到酒里有问题。关键时刻，小杨突然出现，男人死去，他拉着小咪准备逃跑。他们刚打开门，就被老肥挡住了去路。老肥的变态程度可见一斑，他对男人的死完全不在乎，只是遗憾自己又得外出寻找男人。他认为小咪是吸引男人的关键，他告诉小咪要努力，为他引来一个好男人。小杨在一旁提醒小咪快逃。小咪突然抱住老肥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那瓶药水。他后退一步，举手一泼，药水尽数洒在老肥脸上。老肥痛苦地尖叫起来，火光在房内熊熊燃烧。小杨紧紧拉着小咪逃离，他们逃到两人都精疲力尽。小咪紧抱着小杨，他的噩梦终于画上句点。回到现实，春奈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，他不慎弄坏了原本已完成的代码，正是今天要提交的代码。公司里的人都变得紧张兮兮，现在没空去责怪春奈。在斋藤的协调下，春奈找回了之前的辈分，但只恢复了70%。于是大家开始加班赶工，工作一直持续到夜晚，最终问题得到了解决。
斋藤找到了真正的责任人猥琐男，斥责他把工作推给新手春奈。猥琐男满不在乎，还说既然问题解决了，就没必要计较，说春奈道个歉就行。说完他就潇洒地走了。斋藤束手无策，小咪在一旁看着这一切。回到家，小咪进入浴室沐浴，她那皎洁的肌肤让人羡慕，连淋浴器都想成为。她边洗澡边和外面的小杨聊天，小杨开始显得有点不耐烦，正打算离开，小咪走出了浴房，紧紧地拥抱了小杨。确实像那句老话说的那样，好吃不过饺子，好玩不过嫂子。小咪靠在小叔子身上，感激他始终陪伴在自己身边，他们之间是否会发展出更深的关系？画面切换，小女孩把空药瓶还给小咪，向小咪感谢她的帮助。小咪询问女孩以后的打算，女孩说她会去孤儿院。说完这番话，他们紧紧相拥，离别时并未多言。第二天，小咪来到了公司，她凝视着丈夫和同事们的合影，心里想的事情无人知晓。接着斋藤也来到了办公室，他的目光落在小咪身上。斋藤回想起那些暧昧的场景，气氛顿时变得微妙起来。小咪询问斋藤关于铃木的往事，斋藤沉默片刻，说出铃木之死是我的错。他的话刚说完，小咪感到全身战栗，他的眼神充满了震惊。铃木自杀前曾与斋藤有过一段对话，他们聊到了公司的高层。斋藤发牢骚说受这些人压迫，还不如一跃而下。没想到铃木竟真的一跃而下，斋藤感到自责，认为是自己的一时疏忽。但小咪听后并不认为斋藤有杀人之责，只觉得是巧合。回家后，小杨已经找到了铃木跳楼当时的监控视频，但奇怪的是，天台上铃木跳下的那个地方并没有被拍摄到，而斋藤离开后，地上还有光线闪烁，看似是另一个人的反射光。为了查清是否有第三者在场，小杨甚至装扮成保安潜入了公司。小明忍不住夸赞小杨像个侦探，小杨回答道：“我本来就是侦探。”这让小咪回想起铃木曾提及的话。铃木说小杨自小就爱好侦探游戏，他做什么都出类拔萃。与铃木不同，小杨毫不费力就能做得很好，所以他总是避免选择与铃木相同的道路，这也包括对小咪的感情。原来小杨也对小咪有情，但为了兄弟间的情谊，他选择了退让。铃木对此心照不宣，小咪也坦白地向铃木表白：“我喜欢的人是你。”同时，秘书小佐又开始耍小聪明。尽管公司换了新社长，小佐依旧专横跋扈。小咪被分配了大堆的工作，还被告知是新社长的指示，表现好的话，有可能提前成为正式员工。小咪没法拒绝，同事们也来安慰他，因为小佐明显是来找茬的。幸好春奈既漂亮又善良，她主动帮助小咪分担工作。在帮忙的过程中，春奈向小咪询问斋藤的事。原来春奈对斋藤有感觉，但她不敢表白。小咪鼓励她不要有压力，还不自觉地称赞起斋藤。她自己都没意识到，她的心情已经开始混乱。此时，小杨走到铃木跳楼的那个天台，他没发现任何异常情况。晚上，小杨想起铃木曾经的话：“如果我出了什么事，请你照顾好我妻子。”当时小杨没放在心上，还认真地说：“如果那天来临，我愿意替哥哥承担一切。”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哥哥已经在安排后事了。回到现实，小杨打算离开，突然有个男人走了进来。男人坐下来开始抽电子烟，小杨望着他陷入沉思。画面切换，斋藤准备下班回家，春奈突然出现邀请他共进晚餐。斋藤本想谢绝，但春奈太热情了，他们一起来到了一家餐厅。春奈表现得格外积极，不停问哥哥有没有女朋友，怕哥哥的女朋友会不会生气。斋藤说自己单身，春奈听后更加高兴。几杯酒后，春奈喝醉了，回不了家。斋藤是个直男，不懂女人醉酒的含义，看着眼泪汪汪，无家可归的春奈，斋藤只好带她去了附近的酒店。在房间里，斋藤坐立难安。下一刻，意识模糊的春奈突然裹着浴巾从浴室里走了出来，还摆出了极具诱惑的姿势。他眼神温柔地注视着斋藤。就在这时，小咪的声音响了起来。春奈被吓得嘴唇直哆嗦。斋藤这直男为避免误解，故意打了视频电话给小咪证明清白。现场顿时变得尴尬无比，就连隔着屏幕的小咪都觉得难以忍受。斋藤拿起包就准备离开，留下春奈一个人在房间里哭，他的眼泪透露出深深的屈辱。与此同时，小杨警告小咪，绝对不能小瞧春奈，做出这种事的人肯定不简单。之后，两人继续查找天台第三个人的身份。小杨摆出了一些常去天台抽烟的人的照片，放在桌上，说这些人都是常去那的烟民，如果没意外，第三者可能就是他们中的某个。找到这个人就能揭露铃木之死的真相。第二天，春奈找到小咪，为昨晚的举动道歉。小咪告诉他不必在意，鼓励他如果喜欢斋藤就要继续努力，但提醒他要注意方法。想要走进某人心里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这时，小佐气势汹汹地找小咪的麻烦，责怪小咪文件提交不及时。小咪瞧着小佐的手提包发呆，因为那包包很反光，和监控录像中的光线很相似。同时，小杨也找到了线索，
他打电话给小咪，说已经找到了天台上的第3个人。小咪回应说自己也有发现。镜头对准小杨手中的照片，照片上正是左秘书。小杨把自己的调查结果告诉了小咪。铃木去世那天，天台上的第3者正是左秘书。他提醒小咪，左秘书这类人不好对付。小咪面无表情，心中却已有了计划。画面忽然转换，小咪找到了左秘书的男友阿佑。阿佑向来好色，对主动送上门的猎物从不会说不。小咪建议一起去玩飞镖，输的人需要接受惩罚，说出一个自己的秘密。阿佑二话不说就同意了。他不只是来玩飞镖，还打算趁机玩弄小咪。两人对战飞镖的时候，小杨悄悄来了，偷偷替换了阿佑的酒。阿佑并没注意到，他全神贯注地投飞镖，并赢得了比赛。小咪接受输赢，直接承认自己曾杀人。阿佑听后脸色惊恐，小咪随即说只是开玩笑的，实际上是偷过别人的猫。阿佑这才松了口气，他继续和小咪玩飞镖。不知不觉中阿佑开始输了。奇怪的是，今天的酒格外令人头晕。喝醉后的阿佑说起经常帮小左教训同事，因为小左是个自私的人，只要不喜欢谁就非要对那人下手。有一次他看一个同事不顺眼，也让阿佑动手教训。那名同事后来竟然跳楼自尽，就在小左的眼前。阿佑的话音刚落，小咪眼里透出冷意。他想起铃木生前脸上带伤回家，铃木说是跌落楼梯的，如今看来是阿佑所为。小咪自责没能早点看穿这一切，他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小杨。小杨沉默不语，一根接一根的抽着烟，只是告诉小咪不要自责。小咪似乎看清了压力的根源，产品经理的呵斥，同事的冷漠。回到家中，必须装出很高兴的样子。为了查清真相，小咪和小杨策划了一场帅哥诱饵计划。不得不承认，打扮之后的小杨特别有吸引力，几句话就引起了小左的注意，让小左对小咪态度大为改观。小左希望小咪能把小杨介绍给他。画面转换，斋藤约小咪出来谈天，谈及春奈对他的追求。斋藤毫不掩饰对小咪的好感，他紧张地向小咪求证。小咪转身离去，斋藤紧紧抱住他不放。外面的春奈感到非常失落，但他微笑的嘴角让人捉摸不透，到底在想些什么。晚上，春奈突然拥抱了加班的斋藤，还强吻了斋藤。斋藤这个初哥没见过这种场面。就在春奈以为得手时，斋藤突然推开了他，这让春奈更加伤心。如果是小咪这样做，斋藤肯定会失控。在这边，小咪正凝视着铃木送的礼物，物是人非。小杨回忆起铃木买求婚礼物的情景，当时他劝铃木买手表作为求婚礼物，铃木不同意。他明白小咪心里有小杨，不想跟小杨做同样的选择。他坦诚地告诉小杨，不会放弃小咪。铃木还知道小杨和小咪一起杀人的事，看来表面老实的铃木实际上什么都明白。回到现实，小杨注视着铃木送给小咪的水晶球，虽然普通，但也符合他的个性。那天小杨准备和小左出去约会，小咪提醒他要多有趣一些，但他不知道小杨只在他面前才会沉默。挂断电话后，小杨出门了。小咪回到了公司，走到了楼梯旁边，春奈突然出现，找到了小咪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死死地盯着他。接着春奈冷不防地说出了句去死吧，然后把小咪推向楼梯。在这紧要关头，斋藤及时抓住了小咪，然后严厉地告诫春奈他对他不感兴趣。现在他做了这事，他对他更是一点兴趣也没有了，同时请他别再做这种事。春奈被气得当场大哭，不久之后他就辞职了。幸运的是，斋藤和小咪都没提起春奈辞职的真正原因。之后小咪又去找小左，想要跟他搞好关系。听说小左快结婚了，小咪自愿帮小左筹备婚礼，然后告诉小杨这个消息。挂完电话，斋藤突然出现在小咪背后，他是来向小咪道歉的，把春奈攻击小咪的责任全部扛在自己身上。小咪对这件事并不在意，反而对斋藤的处理态度感到好奇。斋藤解释说，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做出那种事，也不想让自己喜欢的人的伴侣死去，那只会让自己喜欢的人更加伤心。几天后，小左发给小咪一张结婚请柬，然后还邀请了斋藤。小咪找到了机会，邀请小左去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吃饭。小左愉快地接受了，他们一起走向了电梯。听到小咪要去天台，看到小咪手里拿着跟铃木一模一样的便当盒，他开始情绪失控，脑海里不禁回想起铃木去世的情形。害怕极了的小左把包都掉在了地上，他恳求小咪不要上天台。面对小咪的追问，他又不敢吐露真相，只能跟随小咪去了天台。那是铃木准备跳楼的那一天，正巧小左在旁边抽烟，看到了这一幕。小左不但没有打算去救人，反而劝铃木等他抽完烟再跳，他不愿意成为事故的目击者，也不想看到铃木的尸体。或许小左认为铃木不会真的跳。回到现实中，小左满是愤怒地说，铃木跳楼就是为了恶心他。小咪把这话告诉了小杨，小杨气愤至极，他马上开始策划复仇。先是约小左到酒店，然后用身体诱惑，诱使小左做出不端行为。第二天，在公司里，斋藤惊讶地发现有员工加班，通常只有他一个人。
他询问员工是否被迫加班，员工的回答让斋藤吃惊，只是觉得工作变得有趣了。这段时间公司似乎变得更好了。这话让斋藤望向小咪的位置，陷入沉思。画面转换，在小佐的婚礼上，成功嫁给富豪的小佐，根本控制不住开心的表情。取得美人归的阿佑，也沉醉在幸福中。小杨偷偷地换掉了阿佑的酒，不出意外的话，阿佑很快就会遇到意外。斋藤听说小咪打算辞职，心中生疑。他质问小咪到公司的真正目的，但小咪并未作答，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。下一刻，小咪通知小杨计划开始，小杨按下了回车键。婚礼现场的大屏幕上，马上播放起了小佐的私密视频。在场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屏幕，害怕错过任何细节。小佐疯狂地喊着那不是我，还让阿佑关掉屏幕，但阿佑腿软了，开始失禁。小杨动的手脚终于起了作用，一时间场面异常尴尬。如果一切如预期，小佐可能会选择去另一个星球生活。斋藤在台下惊呼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，而策划这一切的小蜜已经悄然离开，他的复仇计划终于画上句号。小杨询问小咪未来的打算，小咪说以后打算独自生活。对小咪早有企图的小杨并没有趁机接近，只是承诺会永远支持小咪。说完，小杨开车离去。小杨刚开走，斋藤紧跟其后。那位严苛的产品经理，失踪的小兰，被迫离职的板桥，那些压榨员工的总裁和名誉扫地的团队。斋藤终于意识到小咪就是背后的黑手。他追问小咪为何要做这些事，小咪坦白我的丈夫是铃木，我要弄明白他究竟遭遇了什么。这番话让斋藤瞬间懂了，最近公司里的所有异动都是小咪一手导演的。他情绪失控，紧紧抓住小咪，质问为什么他是唯一一个被放过的。小咪反问你没意识到吗？这正是我对你的报复。镜头切到室内，两个赤身裸体的人缠绵交错，正是小咪和斋藤。小咪沉醉在欢愉之中，斋藤却感到不自在，因为旁边的桌子上摆着铃木的照片，铃木的目光让他感到压力重重。他问小咪这样真的合适吗？小咪回答没事的，我这是在向他报复，他丢下我一个人逃跑了。话音刚落，两人再次纠缠在一起。斋藤放开手脚，加快了节奏。就这样，复仇未亡人的故事画上了句点。所有欺负过铃木的人都受到了应得的惩罚。小咪在复仇之后也释然了，最终与斋藤走到了一起。虽然那些人和铃木的死无直接关联，但铃木的结局也和他们有关。故事的唯一悲剧人物大概就是小杨了，他默默对小咪付出了一切，却一无所获。如果是你站在小咪的位置，你最后会选择小杨还是斋藤？